汉克以前从不惧怕死亡，他觉得只要自己这辈子活够了，活好了，死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坦然面对。当然，按照他自己的设想，自己这么有钱又如此注重身体，任何问题都是第一时间干预治疗。这种情况下，活到80以上应该不是难题，只要能活到80，他也基本就满足了。可是他万没想到自己都这么注意了，还会遇到胰腺癌这种超级大杀器。现在的他只想赶紧见到叶晨，无论如何要求叶晨把自己治好。于是他立刻联系自己的机组成员，让私人飞机抓紧时间加油，抓紧时间做起飞前的例行检查。而他自己也立刻从医院离开，乘车前往机场。汉克这辈子都没有如此奔波过，前2天刚飞到华夏，昨天就连夜飞回来，落地做了几个小时检查，又得再抓紧飞回去。他也计算了时间，此时正是华夏的清晨，等自己落地的时候，便是华夏时间的傍晚，刚好可以再跟叶晨约一顿晚饭。这晚饭自然就得约在天香府。于是他在前往机场的路上，就按捺不住想给马特·芬克尔斯坦打个电话，让他帮忙牵线一下史蒂夫，再去史蒂夫面前帮自己说几句好话。可是，一想到华夏此时正是清晨，打电话给马特·芬克尔斯坦没什么问题，但史蒂夫肯定还没起床，真要现在去叨扰对方，怕不是要把自己臭骂一顿。于是他便决定先上飞机再说。等飞机飞出3-4个小时，金陵当地的时间到了上午的时候，自己在用飞机上的卫星电话跟马特·芬克尔斯坦通话。1个多小时之后，他的私人飞机便迎着朝霞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。万幸他还是比较有钱的，他的私人飞机拥有可以直飞金陵的航程，否则的话，这中间再落地加油，怕是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到了。汉克一夜未眠，眼看已经到了清晨，人却依旧没有困意。这种情况换了谁恐怕都睡不着。可是虽然睡不着，身体却极其倦怠，连眼皮子都在不停地打架。他试着闭眼，想要稍微休息一下，可是闭上眼睛，他就感觉自己体内好像有一股癌细胞正在到处乱窜，感觉非常绝望又无助。飞机开始在大洋上巡航之后，他忍不住拿起电话给马特·芬克尔斯坦打了过去。此时的马特·芬克尔斯坦正在酒店的房间里享用早餐。他现在已经躺平了，在华夏生活让他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前段时间舆论讨伐之声最热烈的时候，他根本就睡不好觉，总是担心会被人暗杀。再后来甚至发展到即便坐在私人飞机飞在天上，他都不敢睡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美国私人飞机各种出状况，一会儿碰这个，一会儿撞那个。他生怕自己的飞机飞着飞着不知撞了什么，自己也就跟着凉凉了。那样一来，真是应了一句华夏的古话，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。不过自打跟着史蒂夫来了华夏，他每天晚上只要上了床，沾到枕头就会睡着，而且保证能一觉睡到天亮。睡眠质量可以说是要多好有多好。吃着早餐，心情愉悦，他打算今天开始稍微的放开一点，先试着在酒店的健身房和游泳池锻炼一下身体，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。等适应了酒店这种环境之后，就可以自己一个人没事去金陵的街头走走看看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，是一个没有见过的号码。接通电话，他便听到了汉克的声音：马特，你赶紧帮我跟史蒂夫先生说一声，我想约叶先生晚上一起吃顿饭。以前的自己不过就是给汉克提供各种刺激服务的鸡头，就像是古代的老鸨。那个时候的汉克根本不把自己当成朋友，只是把自己当成他的一条狗而已。不过现在自己可就不惯着汉克了，我现在是史蒂夫先生身边的走狗，你他妈什么档次？于是他懒散地说道：汉克，叶先生是你想约就能约到的吗？史蒂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当家，
是你想传话就能传话的吗？你也未免太抬举你自己了吧？汉克破口大骂道：马特·芬克尔斯坦，你他妈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不要忘了，你就是我们这些人拿钱养出来的一条狗而已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笑笑，不屑地说：那可真是不好意思喽，汉克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狗了，我是罗斯柴尔德先生的狗，更是叶先生的狗。你他妈还真以为我怕你呢？汉克没想到他竟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，顿时怒火中烧。可他正想开骂的时候，忽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马特·芬克尔斯坦这孙子现在已经算是脱胎换骨了，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威胁他的东西。相反的是，现在自己如果想通过史蒂夫约叶晨，还真的得求着他办事。沉默片刻，他只好笑呵呵地说：马特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生分嘛。什么怕不怕的，你肯定不会怕我啊。相反，我还得求着你帮帮忙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见汉克这么识相，心情顿时好了不少。他其实心里也很清楚，如果这家伙真有事想求见叶晨，自己也不可能压着不报。于是他果断适可而止，开口问他：你不是昨天刚回美国吗？怎么今天晚上又要请叶先生吃饭？难不成你没走？走了。汉克叹了口气，感叹道：走了，没多久又回来了，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。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见叶先生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惊讶地问：我操，该不会是被叶先生说中了吧？你真检查出胰腺癌了吗？汉克郁闷地说：快别他妈提了，叶先生果然是神人啊，他让我阳痿，我就阳痿，他说我得胰腺癌，我他妈真得了胰腺癌。医生说我能活过5年的概率只有10%不到，我现在已经洗心革面，并且决定要永远追随叶先生了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惊叹道：我曾经听罗斯柴尔德先生和天香府的洪先生聊起过叶先生，洪先生说叶先生有个绰号叫人间真龙，看来果然名不虚传。汉克恳求道：马特，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，辛苦你赶紧跟罗斯柴尔德先生打个招呼，这是我的卫星电话，有情况你随时跟我联系。